他是明太祖唯一的托孤重臣。朱棣夺嫡时，他手握40万大军，却袖手旁观，不仅害惨了朱允文，最后自己也难逃惨死的命运。他就是梅因。说起梅因呢，就要从他的伯父梅思祖说起。元朝末年，各地爆发起义，当时任元朝官员的梅思祖主动投靠了起义军，加入了张士诚的队伍。后来朱元璋与张士诚开战，因为早已听闻梅思祖是个知识渊博的儒者，于是呢，朱元璋想要拉拢一下梅思祖。在一番抉择下，梅思祖转投到了朱元璋的麾下。随着朱元璋四处征战，屡立战功，后来被封为了汝南侯。而梅因因为从小父母双亡，便早早地跟随伯父梅思祖生活。公元1375年，朱元璋与马皇后前去看望梅思祖，想要从梅家为自己的爱女挑选驸马。看到当朝皇上皇后来访，梅思祖赶紧和夫人一起迎接。闲谈一番后，马皇后提出想要见见梅家的公子。这梅思祖家一共有6位公子，5个儿子和1个侄子，但此时呢，却只出来了5个儿子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侄子梅因才姗姗来迟，来得晚还慢吞吞的。梅思祖见后连忙责骂梅因，质问他为什么来得那么晚。梅因沉稳地回答道：因为教书先生布置了一篇文章，没写完便没有走。马皇后看在眼里，心里十分满意，与朱元璋一致决定挑选梅因做自己的女婿。就这样，梅因做起了当朝宁国公主的驸马。史书记载，梅因这个人呢，精通经史，可以说是儒家宗师级别的人物。此外，还擅长骑马射箭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朱元璋在众多女婿中唯独偏爱梅因。不仅没有把梅因当成公主身边的工具人，还十分的器重她，让她呢与大驸马一起到地方赈济灾民。后来还提拔梅因为山东学政。在外人看来，朱元璋早已把梅因当作亲生儿子来看待。史书记载，晚年朱元璋立朱允文为皇太孙后，为了替朱允文扫清前路的障碍，朱元璋发动了轰动一时的胡惟庸案、蓝玉案，大开杀戒，残害了官员几万人。此后呢，更是一言不合就下令处死朝中大臣。在这几年的时间里，许多外姓功臣都遭遇了灭顶之灾，就连几位驸马也被安上罪名，流放在外。但梅因却是个例外，朱元璋不仅仅没有想过要谋害梅因，相反还一再提拔他，甚至让他掌握兵权，这让当时朝中大臣都十分吃惊，对梅因更是毕恭毕敬。朱元璋死前曾秘密召见梅因，他究竟对梅因说了什么呢？史书记载，在朱元璋弥留之际，曾召见过梅因。他知道孙子朱允文登上王位以后，一定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，便对梅因说道：我知道你为人忠心可靠，所以我放心地把朱允文托付给你，相信你呢一定会好好辅佐他。说完，朱元璋还拿出一道诏书给梅因，表示如果有人要行大逆不道之事，就拿出这个诏书代替自己诛杀他。就这样，梅因肩负起了重任。没过多久，朱元璋去世，事情也发展得和朱元璋预想的一样。皇太孙朱允文继位以后，还不等自己的势力稳固，就听信身边人的谗言，竟然开始了大肆削藩的操作，令一众藩王忍不住破口大骂。而藩王中颇有野心的燕王朱棣自然是不能容忍，于是在暗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，想要找机会造反。公元1399年，朱允文暗中派人去抓捕朱棣，谁知道安排的人也不靠谱，半路上就叛变了，把事情呢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朱棣。眼看这刀都架脖子上了，朱棣便是提前实施了谋反计划，以清除朝中奸臣、维护国家社稷为借口，宣布起兵靖难，史称靖难之役。战争爆发之初的朱允文有着极大的优势，因为强盛的兵力就足以甩朱棣几条街了。但奈何呢，朱允文并没有什么军事能力，指挥作战大多是纸上谈兵。
不仅打仗节节败退，还给朱棣送去了不少人才。此时的朱允炆逐渐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这才想起了托孤重臣梅因。公元1402年4月，朱棣打败朱允炆军队，俘获了朱元璋的义子平安，还有徐真、马普等将领。之后率军一路南下，朱允炆当即召集淮南40万兵马，任命梅因带领军队镇守淮安。不久，朱棣大军就赶到了城外，面对几十万兵马，他当然不会轻举妄动，便给自己这个妹夫写了一封信。信中表示自己只是单纯想去给老爸上香，希望妹夫能够通融，放他过路。梅因心想，我信你个鬼，回话给朱棣说先帝禁止藩王去上香，不遵照遗诏，这是不忠不孝。听到这些话的朱棣强忍怒气，再次派人送信，说自己只是依照祖训替天行道，不是一般人能够阻挡的。梅因听后十分愤怒，于是下令割掉信使的鼻子耳朵，给他留下嘴，让他去跟朱棣说说君臣大义。朱棣气急败坏，也只有另找出路。在靖难之役中，曾发生过一件诡异的事，至今呢仍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那究竟是什么事儿呢？话说呀，朱棣在梅因这儿碰了壁，于是决定带领军队绕路走。朱棣大军竟然绕过了40万大军，从梅因的眼皮子底下跑到了南京。直到朱棣攻破南京称帝，全程历时1个多月。要说手握40万大军，对上朱棣还是有很大的胜算，但梅因一方呢，仿佛与世隔绝。期间，朱允炆下达诏书要求护驾，梅因始终不为所动。朱棣登基以后，强迫宁国公主给梅因写血书，直到看到书信，梅因才有所反应，大哭着回了京。也许是想到朝廷刚经历动乱，这时候需要稳定官员们的心。到了南京后，朱棣亲自迎接梅因，还笑着说驸马辛苦了。谁知道梅因冷冷地表示，又没有给你朱棣卖力，没什么辛苦的。朱棣一时间十分无语。史书记载，被迫回朝的梅因心中充满怒火，常常说些埋怨的话，这让朱棣心中感到不安。于是呢，常常派人在夜里潜入梅因的家里偷偷监视。渐渐的，梅因也有所察觉，对朱棣更加不满，两人的关系也是越来越恶劣。公元1404年，都御史陈英上书朱棣，举报梅因私下养武士，还画圈圈诅咒皇上，分明是图谋不轨。朱棣并没有对梅因有任何惩罚，但是呢，也下决心要除掉他。公元1405年，有一天，梅因像往常一样上早朝，在经过护城河时，竟被2个人挤进了河里。因为不会游泳，梅因就这样溺亡了。随后2人上报朱棣，说驸马爷投河自尽了。朱棣表示很心痛啊，当即下令厚葬驸马爷。但事情还没有完，宁国公主收到丈夫的死讯后，自然不相信自己的丈夫会自杀，于是立马跑去找朱棣，扯着朱棣的衣袖嚎啕大哭，要他把丈夫还给自己。朱棣实在拗不过自己的妹妹，再加上有官员表示自己是亲眼看到驸马被推下去的，不给个真相也难以服众，于是下令将那2个人抓了起来。有传闻说，那2个人被抓住后，嘴里始终问到一句话：明明是奉圣上的命令，为什么要处罚我们？没过多久就被护卫敲掉了牙齿，然后被斩杀了。处理完后，朱棣给妹妹宁国公主写信，信中表示都是一家人，自己就没有跟妹夫生过气，如今水落石出，我呢也严惩了凶手，特意来跟妹妹说一声。但宁国公主也不傻，依旧缠着朱棣讨要说法。朱棣表示很无奈，为了不再被宁国公主纠缠，朱棣下令升她为宁国长公主，还给梅因的儿子授予官职。此后呢，对梅家是颇有照顾。